穿越进修仙世界后，我绑定了喷子系统，只要喷人就能不断变强。于是我直接火力全开，素质全无。小师妹诬陷我偷了她的灵草，我狗仙门帘子全凭一张嘴是吧？大师兄想要为小师妹出头，被我一巴掌掀翻。我蝌蚪身上绣青蛙，你绣你妈呢！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一觉醒来，我穿越进修仙世界。原主名叫秦彻，是一名落云宗的外门弟子，苦修10年，仍停留在炼气期的层次。我身上还绑定了个喷子系统，只要喷人就能不断提升修为，喷得越狠，修为长得越快。好家伙，简直是为我量身定制的金手指了！前世在峡谷中口吐芬芳的记忆涌进脑海，让我只觉得自己现在强得可怕。祖安大舞台，有骂你就来！还没等我梳理完脑海中的记忆，破落的院门外忽然传来一道清冷的声音：“秦师兄，你打算躲到什么时候？”只见门外站着一个容貌姣好的少女，一袭白衣胜雪，身姿纤弱，再配上那张清丽绝伦的脸庞，足以让任何男人心生怜惜。少女名叫林清月，算是我名义上的小师妹。3个月前，她被师尊从山下带回，破格收为亲传弟子，各种丹药法器无限量供应。于是她便从一个初入山门的凡人扶摇直上，短短3个月便突破到筑基期，成为了宗门上下人人称颂的绝世天才。见我没有答话，林清月有些不悦地皱起眉：“秦师兄，我知道你为了突破心中急切，但这株紫阳草是我寻来亲手种下，又以自身灵力浇灌数月，这才好不容易培育成功的。我本想在下月的宗门大比上献给师尊，助他老人家巩固修为，你怎能因一己之私，趁我不在时闯入药园，将他偷走呢？”我看着他大言不惭的模样，只觉得一阵反胃。那株紫阳草分明是我独自前往蛮荒之地，历经千辛万苦才找到的。回到宗门后，我更是花光了所有积蓄，在床上躺了整整2个月，才勉强恢复伤势。3天前，林清月偶然路过我的院子，一眼就看中了这株即将成熟的紫阳草，当即表示要用10块下品灵石买下来，一株足以让炼气期修士无条件突破瓶颈，甚至能让筑基期修士巩固修为的极品灵草。他想用10块下品灵石就打发了，简直是痴人说梦。于是我当场就拒绝了他。没想到今天他竟然撕破脸皮，直接给我扣上了偷窃的罪名，甚至还把师尊抬出来压我。我冷冷地盯着小师妹，骂道：“你丫狗仙门帘子，全凭一张嘴是吧？”话音落下的瞬间，一股微不可察的暖流自我丹田深处涌起，那困扰我长达数年的炼气期瓶颈，竟然奇迹般的松动了些许。林清月脸上的表情瞬间凝固，取而代之的是一抹不可理喻的错愕。他大概做梦也想不到，这个在他印象中一直懦弱可欺的废物师兄，竟敢用如此粗鄙不堪的言语顶撞他。秦师兄，我好心为你着想，不愿将事情闹大，可你非但不领情，还出口伤人，简直是丢尽了我们落云宗的脸面。好好好，又开始给我扣帽子了。偷窃、辱骂同门，败坏门风，我算是看明白了，跟这种人就不需要讲道理，直接开喷就完事儿了。我上前一步，毫不客气地说道：“怎么，说不过就想对我定罪了？偷？你哪只眼睛看见我偷了？这紫阳草上写了你的名字，还是刻了你的神识烙印？自己没本事从蛮荒之地弄来宝贝，就想空口白牙抢别人的？你这脸皮是拿城墙砌的吧？”林清月被我一番抢白，气得浑身发抖，那楚楚可怜的伪装再也维持不住，彻底被怒火所取代。住口！你这个不知死活的废物！敬酒不吃罚酒，今日我就替师尊清理门户。废了，你这个满口喷粪的宗门败类！他玉指掐诀，一道水灵剑汇聚而成，带着刺骨的寒意，凌厉地抽向我的面门。若是换作几分钟前，面对筑基期修士的这一击，我恐怕连反应的机会都没有，就会被当场重创。但现在就不一样了，
随着我先前一连串的言语输出，我体内的灵气瞬间暴涨数倍。面对那来势汹汹的水灵剑，我甚至连躲都懒得躲，只是抬起手，轻轻一挥，那道蕴含着筑基期威能的水灵剑就被我轻描淡写的打散了。整个院子顿时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林清月呆呆地看着自己的手，又看了看毫发无损的我，仿佛整个世界观都崩塌了。他无法理解，一个炼气期的废物，怎么可能徒手击溃他一个筑基天才的法术？我感受着体内充盈的力量，嘴角的弧度越发讽刺。就你这点修为，也配叫天才？真是用纱布擦屁股，给我露了一手。林清月神情微变，后知后觉的惊呼道：“你竟然突破到了筑基期！这怎么可能啊？3天前你还只是个炼气期的废物，怎么可能3天就突破了？”我笑了笑，缓步向他走去。每踏出一步，我身上的气势便强盛一分。小师妹自然还不知道，只要能继续喷人，别说筑基，就是金丹、元婴、大成，乃至化神飞升，都是指日可待。你这种仗着师门资源堆砌起来的蠢材，懂个锤子！说出这句话后，我感觉刚刚突破的筑基初期境界，瞬间就稳固了下来，甚至隐隐有向中期迈进的趋势。林清月手忙脚乱地丢出几个术法，却根本拦不住我的脚步。我走到林清月面前站定，抬手一巴掌抽在了她的脸上，啪！一道清脆的耳光声响彻庭院。林清月整个人被我抽得飞了出去，在半空中转了2圈，才重重地摔在地上。那张俏丽的脸蛋高高肿起，鲜红的巴掌印显得格外刺眼。小师妹张嘴喷出一口鲜血，其中还夹杂着2颗断裂的牙齿。我居高临下地看着她，眼神冰冷的像是在看一个死人。没妈没爸的东西，再敢狗叫试试！随后一把扯下她腰间的储物袋，神识往里一扫，不由得挑了挑眉。好家伙，真是富得流油，光是零食就有上千块，还有几瓶价值不菲的丹药。我毫不客气地将储物袋里的东西尽数收下，然后像丢垃圾一样，将空空如也的袋子丢回到他脸上。我拍了拍手，心满意足，多谢小师妹的馈赠，看在你这么大方的份上，今天师兄就先饶你一条狗命，滚吧！林清月被气得浑身发抖，双目赤红，那眼神恨不得将我生吞活剥了。秦彻，你竟敢抢我的东西，师尊不会轻饶了你的。我闻言冷笑一声，说道：师尊若是识相，就该洗干净眼睛，看看谁才是真正的天才。否则，我不介意让他知道，什么叫老眼昏花，有眼无珠。一席话说完，我体内的灵力再度暴涨，已然迈入了筑基巅峰的境界。所谓喷人一时爽，一直喷人一直爽，大抵如此吧。就在此时，一声怒喝突然从门外传来：秦彻，你好大的狗胆，竟敢打伤清月师妹！话音未落，一道身着青衫的身影便冲了进来。我定眼一看，原来是宋川师弟。他入门比我晚上几年，天赋倒还算不错，如今已是筑基中期的修为。此人堪称林清月的头号舔狗，整天像只苍蝇一样围着他转。此刻他看到林清月狼狈地倒在地上，更是双眼通红，怒火冲顶。他一个箭步冲到林清月身边，小心翼翼地将她扶起，又急忙掏出一颗疗伤丹药喂给她服下。林清月一见到救星来了，眼泪顿时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往下掉。他指着我，声音哽咽道：宋师兄，秦彻他不仅偷了我的紫阳草，还出手重伤我，抢走了师尊所赐的丹药。宋师兄，你可要为我做主啊！宋川听完勃然大怒，他猛地转过身，恶狠狠地瞪着我：秦彻，你偷窃在先，伤人在后，如今还敢强抢同门丹药，简直是视宗门律令于无物。我看着宋川，忽然觉得有些好笑。你特么敦煌来的？壁画这么多。宋川的脸涨成了猪肝色。秦彻，你找死！他暴喝一声，一柄金光闪闪的长剑瞬间出鞘，
凌厉的剑气直指我的眉心。今天我就替宗门清理门户，亲手宰了你这个败类！他身形暴起，手中长剑挽出一道剑花，化作一道金色长虹，对着我当头斩下。见到这一幕，旁边的林清月顿时露出得意的神色。宋师兄已经是筑基中期修为，这一剑下去，你必将神魂俱灭。然而面对这来势汹汹的一剑，我甚至连动都没动，就那么静静地站在原地，脸上挂着一丝若有若无的嘲讽。在宋川和林清月看来，我这副模样就是被吓傻了。死吧，废物！宋川狞笑着，剑势又快了几分。可就在那闪烁着寒芒的剑锋即将触碰到我额头的刹那，我缓缓抬起了右手，在宋川那无比骇然的目光中，我伸出2根手指，那柄金光四射、威风凛凛的长剑，就这么被我稳稳地夹住。剑尖距离我的眉心不足半寸，却再也无法前进分毫。宋川脸上的狞笑僵在嘴角，取而代之的是无尽的惊恐与难以置信。你怎么能空手接得下这一剑？我漠然地看着宋川，讥讽地说道：“舔狗舔到最后一无所有，说的就是你这种货色。下辈子投胎，记得把脑子带上。”话音落下的瞬间，我夹住剑身的2根手指猛然发力，一声清脆的碎裂声响起，宋川手中的长剑便被我硬生生夹断了。噗！本命法器被毁，宋川心神受到重创，当场喷出一大口鲜血。但这还没完，在夹断剑身的同一时间，一股精纯无比的筑基巅峰灵力顺着断剑狂暴地涌入宋川的体内。宋川发出一声凄厉无比的惨叫，只见他持剑的右臂经脉寸寸断裂，血肉瞬间炸开，化作一团浓郁的血雾。他整个人如同断了线的风筝，倒飞出去10几米远，将院墙都砸出了一个巨大的窟窿，最终摔在地上不省人事，死活不知。林清月目光呆滞地看着昏死过去的宋川，浑身抖得如同风中的筛糠，连一句完整的话都说不出来了。我缓缓收回手，甚至懒得再多看他一眼。林清月，我警告你，我秦彻的东西谁也抢不走，再有下次，断的可就不是一条胳膊这么简单了。林清月怨毒地盯着我，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秦彻，你给我等着，这件事没完。说罢，他甚至顾不上一旁昏死过去的宋川，连滚带爬地逃离了我的院子。我对此嗤之以鼻，转身回到那间破败的木屋，盘膝坐下后，我开始梳理体内暴涨的灵力。筑基期巅峰的壁垒，在这股力量面前薄如蝉翼，几乎是顷刻间就被冲破。在睁开眼后，我深呼一口气，一颗璀璨耀眼的金色丹丸悄然成型。仅仅1个晚上的功夫，我便突破到了金丹境初期。不得不承认，还是开挂爽啊！翌日清晨，我的院门忽然被人一脚踹开。秦彻，你给老子滚出来！我微微皱眉，起身推门而出。只见院中站着一个身材魁梧的青年，身穿象征着亲传弟子的青色长袍，气息沉稳，双目炯炯有神，正是宗门大师兄赵无极。断了一条胳膊的宋川站在旁边，叫嚣道：“秦彻，今日大师兄在此，我看你还怎么嚣张！”赵无极身后还跟着一脸委屈的林清月，他换了一身干净的衣服，脸上的红肿也用丹药消了下去，此刻正用一双通红的眼睛控诉地望着我，仿佛我做了什么十恶不赦的事情。赵无极见我出来，眉头一皱，语气中充满了不容置疑的威严：“秦彻，你可知罪？”我懒洋洋地掏了掏耳朵，反问道：“我有什么罪？”赵无极冷下脸来，厉声喝道：“你先是出手重伤清月师妹，无故抢夺她的储物袋，又打伤宋川师弟，废了他一条手臂，此等行径与魔宗邪修何异？”赵无极用一种施舍般的口吻对我说道：“念在同门一场，我可以给你一个机会，倘若你立刻向清月师妹和宋川师弟磕头道歉，再将紫阳草和所有丹药灵石尽数归还，并且自断一臂，此事便可了结。”
否则的话，就休怪我执行门规，将你当场格杀。听完赵无极这番话，我忍不住笑出了声。你还真是无里挂葫芦，把自己当爷了。赵无极一时没反应过来，愣道：什么意思？我脸上的笑容瞬间收敛，眼神变得冰冷。意思就是，你算个什么东西，也配在这里对我指手画脚？还是说你脑子里装的都是水，不问青红皂白就跑来给我定罪？他说什么你都信？你是他养的狗吗？赵无极被我骂得脸色铁青。秦彻，你放肆！林清月也在旁边附和道：大师兄，别跟他废话了，他就是个疯子，赶快杀了他！赵无极对着我怒目而视，金丹后期的威压猛然爆发，向我碾压而来。然而那足以让寻常筑基修士肝胆俱裂的威压，落在我身上却如同清风拂面，没有掀起一丝波澜。赵无极见状微微一怔，似是有些意外。我迎着赵无极审视的视线，继续道：你说我下手太狠，小师妹想要抢我灵草的时候，你怎么不说她心肠歹毒？宋川那个舔狗想一剑杀我的时候，你怎么不说他手段残忍？现在我不过是略施惩戒，就成了你们口中的魔宗邪修？大师兄，你这双标玩的可真溜啊！赵无极被我对得哑口无言，他像是懒得再与我争辩，双手飞速掐诀，口中念念有词。金丹后期的灵力毫无保留地倾泻而出，一座蕴含着厚重威能的金色法印在他身前凝聚成型。撼山印。伴随着他一声暴喝，那法印迎风渐长，转瞬间便化作一座小山大小，带着镇压一切的气势，朝着我当头砸下。整个院落的地面都因为承受不住这股威压而寸寸皲裂。林清月在一旁看得双眼放光，脸上充满了得意的神情。在他看来，在这一招之下，我必将化为飞灰，神魂俱灭。赵无极单手负后，一副宗师气派，以一种悲天悯人的口吻说道：能死在我这一招之下，也算是你这废物此生最大的荣幸了。面对这足以让寻常金丹修士为之色变的一击，我却连眼皮都懒得抬一下，只是淡淡说了一句：蝌蚪身上绣青蛙，你绣你妈呢！我甚至连法术都懒得用，只是迎着那座镇压而下的金色小山，云淡风轻地抬起了手，凌空一握，金丹巅峰的气势毫无保留地席卷而出。那看起来坚不可摧的撼山印上布满裂纹，随后在赵无极惊骇欲绝的目光里轰然爆碎，化作漫天纷飞的金色光点。赵无极受到反噬，闷哼一声，嘴角忍不住溢出一丝鲜血，他眼珠子瞪得滚圆，仿佛见了鬼一样。金丹巅峰，这怎么可能？还没等赵无极从震惊中回过神，我便已经闪身到他面前。赵无极到底是金丹境修士，他下意识便凝聚灵力，一拳朝我面门轰出。我抬手握住他的拳头，讥讽道：怎么，没吃饭吗？力气就这么点？我语气平淡，手腕却猛然一反，赵无极的身体顿时失去平衡。不等他稳住身形，我反手就是一记响亮至极的耳光，狠狠地抽在了他的脸上。长了张嘴就知道叭叭叭，你是茶壶成精，光会往外喷。赵无极被这一巴掌打懵了，他怒吼一声，还想催动灵力抵抗。我反手又是一记更狠的巴掌，还敢还手？给你脸了是吧？我看你是茅房里点灯，存心找死。我左右开弓，手臂化作一道道残影，巴掌如同狂风暴雨般尽数倾泻在他脸上。堂堂金丹境的宗门大师兄，此刻却被我扇得晕头转向，东倒西歪，除了嘴里还能发出含糊不清的呜咽，再无半分还手之力。一旁的林清月和宋川早已吓得面无人色，连大气都不敢喘一口。扇了几十下后，我也觉得有些乏味了。我停住手，淡淡的吐出两个字：跪下。赵无极虽然被打得七荤八素，但那点可怜的骄傲还在支撑着他。大师兄摇晃着身子，竟是硬挺着没有下跪。哟呵，骨头还挺硬。我懒得再跟他浪费力气。金丹境巅峰的威压毫无保留的释放，
狠狠地压在了赵无极的身上。他浑身骨骼发出不堪重负的悲鸣，体内灵力更是被压制得死死的，根本无法运转分毫。赵无极咬紧牙关，试图抵抗，但金丹后期与金丹巅峰之间，隔着的是一道无法逾越的天堑。最终，他再也支撑不住，双膝一软，重重地跪倒在我面前，将坚硬的青石地板都砸出了2个深坑。我居高临下地俯视着他，冷冷地问道：“现在知道错了没？”赵无极眼中满是屈辱与怨毒，他抿紧嘴唇，硬是一句话都没说。我抬腿踩在他的脑袋上，脚下的力道一分一分地加重。赵无极的头骨发出令人牙酸的咯吱声，对死亡的恐惧终于压垮了他那点可笑的尊严。赵无极声音嘶哑地求饶道：“我错了，我真的错了，秦师弟，求求你饶我一命，我再也不敢了。”我脚下的力道丝毫不减，目光越过他，落在一旁早已吓傻的林清月和宋川身上。光你自己认错可不够，让他们2个也一起滚过来，跪下道歉。求生的本能让赵无极不敢有丝毫迟疑，他用尽全身力气，朝着那2个人嘶吼道：“你们2个蠢货，还愣着干什么？快滚过来，给秦师弟磕头认错！”林清月和宋川相互对视一眼，经过一番犹豫后，宋川率先连滚带爬地跪到我面前，脑袋磕在地上，发出咚咚的闷响：“秦师兄饶命！师弟知道错了。”林清月的反应则要复杂得多，他贝齿轻咬着红唇，那张我见犹怜的俏脸上写满了屈辱与不甘。作为师尊最宠爱的小师妹，宗门里万众瞩目的天之娇女，她何曾受过这等羞辱？不过看着我面前狼狈不堪的赵无极，林清月最终还是不情不愿地跪了下去。她低下那颗高傲的头颅，声音细若文瑞，还带着一丝哭腔：“秦师兄，我知道错了。”我冷哼一声，顿时觉得有些无趣。随后，我一把揪住赵无极的头发，将他的脑袋硬生生提了起来。“你不是喜欢替人出头吗？今天我就废了你的修为，让你也尝尝当废物的滋味。”我五指成爪，精纯的灵力在掌心汇聚，对准了大师兄的丹田。赵无极感受到一阵前所未有的恐惧，他眼中闪过一抹疯狂的决绝，朝我嘶吼着警告道：“秦彻，你别太过分！师尊他老人家正在闭关冲击元婴中期，你若敢动我，等他出关之日，天上地下必将没有你的容身之处。”我嗤笑一声，手上的动作没有丝毫停顿。元婴期，很了不起吗？眼看我的手即将落下，赵无极彻底绝望了。他知道，任何威胁对我这个疯子都没有用。这是你逼我的！他猛地一咬舌尖，一口精血喷在一块传讯玉符之上，玉符瞬间爆发出璀璨的光芒，化作一道流光冲天起。与此同时，赵无极用尽最后一丝力气大吼道：“弟子赵无极，恭请师尊出关！”话音刚落，风云突变，一股无法用言与形容的恐怖威压自落云宗的后山禁地深处骤然降临。原本晴朗的天空之上，此刻竟开始有乌云开始汇聚，这股威压浩瀚且磅礴，充满了至高无上的威严，与金丹期相比，简直是云泥之别。如果说赵无极的威压对我而言只是清风拂面，那么此刻这股威压便如同万丈狂澜，仿佛要将我这叶孤舟彻底倾覆。我脚下的青石地板开始寸寸皲裂，蛛网般的裂纹迅速蔓延至整个院落，就连我那间破败的木屋都在这股威压下瑟瑟发抖，仿佛随时都会散架。林清月和宋川更是连头都抬不起来，被死死地压在地上，脸色惨白，连呼吸都变得无比困难。紧接着，一道苍老而又浑厚，仿佛蕴含着无尽天威的声音从后山传来。这声音仿佛跨越了空间的阻隔，直接在我的脑海中炸响：“何人胆敢在老夫的宗门之内伤我亲传弟子？”这便是金丹与元婴之间的天壤之别，仅仅是一道神念，便足以让天地变色。我眉头紧皱，抬起头，一道半透明的虚影缓缓凝聚，
来人身穿一袭玄色道袍，须发皆白，仙风道骨，面容不怒自威。即便只是一道神魂投影，那股俯瞰众生、视万物为蝼蚁的气势，也足以让任何金丹修士心惊胆寒。这便是落云宗的现任宗主，名副其实的元婴期修士玄阳真人。赵无极见到这道虚影，仿佛抓住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脸上瞬间涌现出劫后余生的狂喜。师尊，您可要为弟子做主啊！外门弟子秦彻罪大恶极，他先是无故污蔑清月师妹，后又出手将其重伤，还抢走了您赐下的所有丹药灵石。他挣扎着朝天空中的虚影叩首，声泪俱下的控诉道：“宋川师弟不过是说了句公道话，便被他废掉了一条手臂。弟子前来执行门规，他非但不束手就擒，反而出言不逊，辱骂师尊您有眼无珠，老眼昏花。他还扬言要废掉弟子的修为。此等狂徒，目无尊长，败坏门风，恳请师尊出手清理门户，以正视听。”玄阳真人的虚影听完这番话，古井无波的脸上浮现出一抹怒意。他瞥了赵无极一眼，冷哼道：“老夫闭关前曾三令五申，冲击元婴境中期乃是重中之重，任何人不得打扰。你却连这等小事都处理不好，还需要强行将老夫从闭关中唤醒。”大师兄被吓得脸色煞白，老老实实的俯首跪在地上，一句辩驳的话都不敢说。教训完赵无极，玄阳真人转头看向我，如同实质般的目光落在我的身上，将我里里外外看了个通透。咦？一声轻疑从他口中发出，那张冷漠的老脸上出现了一丝变化，不再是愤怒，而是一种混杂着惊奇与贪婪的复杂神色。真是奇哉怪也！你这小娃的灵根似乎颇为不凡，能在短短一夜之间，从一个炼气期的废物，一跃成为金丹巅峰的修士，想必就是依仗着这特殊的灵根吧？玄阳真人忽然换上一副循循善诱的口吻：“秦彻，你虽犯下滔天大错，但念在你修行不易，老夫愿意给你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他露出一抹看似慈爱的笑容，说道：“只要你愿意将自身的灵根献祭出来，助为师突破瓶颈，老夫不仅可以饶你不死，还会将你的名字写入宗门祠堂，让你享受万世香火，受后世弟子敬仰。如何？这可是无上的荣耀。”听到这话，我不怒反笑，说得如此冠冕堂皇，不就是想挖了我的根骨，拿去当他自己的垫脚石吗？还美其名曰荣耀，真是既想当婊子，又想立牌坊。我毫不客气地回敬道：“什么万世香火，我可去你的吧！你是修仙把脑子修出舍利子了吗？这么会想好事儿？”玄阳真人脸上的虚伪笑容彻底凝固了，他大概从未想过，区区一个金丹期的小辈，竟敢如此对他讲话。庶子，你这是在自寻死路！一股森然的杀意自他虚幻的身体中弥漫开来，周围的温度都仿佛骤降到了冰点。玄阳真人抬起一只虚幻的手掌，对着我摇摇一拍：“既然你不知好歹，那老夫便亲自来取。”一只由精纯灵力汇聚而成的擎天巨掌在空中成型，带着毁天灭地的威势，朝着我当头压下。一掌之下，空间都发出了不堪重负的悲鸣，仿佛随时会被压得粉碎。可就在那巨掌即将落下的瞬间，我体内的系统之力终于冲破了最后的桎梏，一股丝毫不亚于玄阳真人的恐怖气息，以我为中心冲天而起，金丹破碎，元婴出城。我的身后浮现出一个元婴小人，虽然看起来还有些虚幻，但那股货真价实的元婴期威压，却是做不得半点假。我抬起头，迎着那遮天蔽日的巨掌，眼中没有丝毫畏惧，只有无尽的嘲弄。元婴期很了不起吗？我同样抬起手，一拳轰出，我的拳头与那擎天巨掌轰然相撞，没有发出惊天动地的巨响，反而陷入了一种诡异的寂静。下一秒，那由玄阳真人神魂之力凝聚的巨掌，如同镜花水月般寸寸碎裂，消散于无形。元
元婴期？这怎么可能？玄阳真人失声惊呼，神魂脸上满是愕然。他实在无法理解，一个时辰前还只是金丹巅峰的小子，怎么会在他的一掌之下，如此轻易地踏入了元婴境？这完全超出了他的认知范围。玄阳真人自然不会知道，面对境界高于我的人，我喷得越狠，修为长得越快。短暂的震惊过后，玄阳真人的眼神变得无比凝重，他脸上的杀意与怒火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取而代之的是一抹如春风般和煦的笑容。他冷酷地扫过跪在地上的赵无极等人，3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废物，竟敢蒙骗于我，挑拨我与秦道友之间的关系，留你们何用？话音未落，他只是轻轻一挥衣袖，赵无极惊恐地瞪大了双眼，求饶的话还没说出口，他的身体便悄无声息地化作了飞灰。紧接着便是林清月和宋川，那2人甚至连惨叫都没来得及发出一声，便步了赵无极的后尘，被彻底从这个世界上抹去，连一丝痕迹都没有留下。前一秒还口口声声要为他们做主的师尊，下一秒便毫不留情地将他们当作垃圾一样清理掉了。毕竟玄阳真人很清楚，同为元婴，即便他比我高出一个小境界，但想要轻易拿下，我也绝无可能。一旦动起手来，必然是2败俱伤的下场。为了几个已经废掉的弟子，去得罪一个潜力无穷的同阶修士，这笔买卖怎么看都不太划算。玄阳真人仿佛只是碾死了3只蚂蚁，脸上的笑容愈发亲切。他对着我遥遥一拱手，姿态放得极低。秦道友，先前都是一场误会，老夫被这3个孽徒蒙蔽，险些酿成大错，还望道友海涵。没想到我落云宗竟能出一位像道友这般年轻有为的元婴修士，实乃宗门大幸，可喜可贺啊！从今往后，你我便以道友相称，平起平坐，共同执掌这落云宗，你看如何？我看着他那张笑眯眯的脸，心中却是一阵反胃。这老狐狸变脸的速度简直比翻书还快，前一秒还喊打喊杀，要把我的灵根挖出来，下一秒发现打不过，就立马换上一副和善的面孔，称兄道弟起来。还平起平坐？老子身上绑着系统，还需要跟你平起平坐？我轻蔑地瞥了玄阳真人一眼，老东西，你是不是出门没带脑子？你算个什么东西，也配跟我平起平坐？伴随着我毫不留情的挑衅，我的修为一路高歌猛进，直接稳固在了元婴中期的层次，而玄阳真人脸上的笑容也随着我的话语彻底僵住了。我上前一步，身上的气势节节攀升，刚才还想杀人夺宝，现在看我不好惹，就想握手言和了。你这脸皮是拿什么做的？茅坑里的石头吗？又臭又硬，我看你这几百年的修为都修到狗身上去了吧？这一连串的辱骂如同最响亮的耳光，狠狠地抽在了玄阳真人那张老脸上。身为元婴期修士，落云宗宗主，他何曾受过这等奇耻大辱？庶子，老夫修行500年，从未见过你这般不知天高地厚的狂徒。玄阳真人彻底撕下伪善的面具，露出了狰狞的獠牙。他怒吼一声，双手在胸前合十，一股炽热到足以融金化铁的气息骤然爆发。这便是老夫苦修100年的本命真火，足以焚山煮海，威力无穷。能死在老夫的真火之下，是你的荣幸。玄阳真人面目狰狞的屈指一弹，那团暗金色的玄阳真火便化作一道流光，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朝着我的眉心击射而来。而我只是抬起手，凌空一握，玄阳真人引以为傲的本命真火在距离我眉心不到半寸的地方戛然而止，任凭他如何释放着恐怖的高温，都无法挣脱我的束缚。玄阳真人脸上的狞笑僵在嘴角，取而代之的是无尽的惊恐与难以置信。元婴中期，我嘴角勾起一抹轻蔑的弧度，淡淡说道：“这就是你引以为傲的本命神通，跟个蜡烛头似的，也配叫本命真火？”话音落下的瞬间，我五指猛然收紧，一声轻响，
那团暗金色的玄阳真火就被我硬生生的捏爆了。玄阳真人如遭雷击，心神受到重创，当场喷出一大口鲜血，整个人的气息瞬间萎靡了下去，就连那道神魂虚影都变得暗淡了几分。玄阳真人的眼珠子瞪得滚圆，他犹如见了鬼一样，转身就想化作一道流光逃离此地。现在才想跑，晚了！我冷哼一声，身影瞬间从原地消失。下一秒，我出现在玄阳真人的虚影面前，一只手如同铁钳，死死地掐住了他的脖子。玄阳真人那张布满惊恐的老脸涨成了猪肝色，他拼命挣扎，却发现自己在我的手中，竟如同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婴儿，再无半分反抗之力。我掐着玄阳真人的脖颈，掌心的力量不断收紧，他那道虚幻的神魂开始剧烈的明灭不定，仿佛随时都会魂飞魄散。玄阳真人咬牙切齿的怒吼道：“树子，这是你逼我的！”他从神魂之体中分化出一缕漆黑如墨的魔气，化作一枚诡异的黑色符文，烙印在他自己的额头。幽冥老祖，速来救我！那枚黑色符文轰然炸开，顷刻间风云变色，鬼哭神嚎，一股比玄阳真人更加阴冷的气息弥漫开来。玄阳，你好歹也是一宗之主，怎么混到了要求救的地步？真是越活越回去了。一个身穿血色长袍的干瘦老者缓步走出，他面容枯槁，双眼深陷，闪烁着一种令人不寒而栗的金光。原来玄阳真人这道貌岸然的老东西，背地里早就与魔宗有所勾结。我冷笑一声，又来一个送死的，正好黄泉路上你们俩还能做个伴。那血袍老者闻言，非但没有生气，反而饶有兴致地打量着我，慢悠悠地说道：“不，我觉得你这话不对。黄泉路上多孤单，一个伴怎么够？依我看，应该把整个落云宗都送下去，那才叫热闹。”玄阳真人见到救星，急忙喊道：“此子不知用了什么妖法，不光修为暴涨，还想杀我夺权！”那位血袍老者却摆了摆手，反驳道：“此言差矣，什么叫杀你夺权？强者为尊，本就是修仙界的铁律。他比你强，夺你的权位理所应当，怎么能说得这么难听呢？”玄阳真人被他这番话噎得差点一口气没上来。而幽冥老祖在反驳完玄阳真人后，他身上的气息又强横了一丝。我眉头一挑，隐约间察觉出来了，这位幽冥老祖恐怕是绑定了个杠精系统，只要不断的抬杠反驳别人，就能提升自己的力量。随后幽冥老祖将目光转向我：“年轻人，你刚才说我是来送死的。”我懒得跟他废话，直接开喷：“怎么，你耳背还要我给你复述一遍？还是说你不仅长得像个风干的橘子皮，连脑子都萎缩了？”我感觉体内的力量又开始蠢蠢欲动了。跟这种杠精选手对喷，我的修为长得更快。幽冥老祖听完不怒反笑，眼中金光更盛：“我不同意你的观点。首先，橘子皮风干之后可以入药，价值非凡。其次，我这不叫萎缩，叫凝练，将一切多余的部分舍去，剩下的才是精华。所以，你这是在夸我？好家伙，这是硬生生把我的辱骂给扭曲成了夸赞。夸你？你是不是脑子让门挤了，才会有这种错觉？”我不甘示弱，继续疯狂输出道：“我看你是茅坑改成的 KTV， 一张嘴就是唱反调，别人说东你说西，别人打狗你骂鸡，怎么不抬杠你就活不下去了？”幽冥老祖得意的笑道：“你说对了，不抬杠，我的人生确实会失去很多乐趣。万事万物皆有两面性，我只是站在了另一面而已。反倒是你，只知一味的谩骂，言语粗鄙，毫无逻辑，实在上不了台面。我像是听到了天大的笑话，跟你这种货色，还需要讲逻辑？你不过就是仗着自己多活了几百年，见什么都要插一嘴，以彰显自己的与众不同。说白了，就是个没人关心的老不死，只能靠着反驳别人来寻找存在感。”我上前一步，气势瞬间压过了他。“我骂你，
是因为你该骂，而你抬杠，纯粹就是为了恶心人。你不过是个只会复读，我不信。我不同意的跳梁小丑，你不同意？你算个什么东西？你的同意很重要吗？我的声音如同滚滚天雷，狠狠地冲击着幽冥老祖的心神。你连自己的生死都掌握不了，还想掌握话语权？我现在就告诉你，我要杀他，也要杀你。你同不同意？幽冥老祖的脸色终于变了，他发现自己引以为傲的杠精之道，在我的面前竟然毫无作用，因为我根本不跟他讲道理，不给他反驳的余地。我只是在陈述一个事实，我要弄死他。幽冥老祖下意识地想反驳，我不同意。还没等他的话说完，我大喝道：“你不同意，尼玛个头！”我对着玄阳真人猛然一挥手，砰的一声闷响，玄阳真人的神魂投影，连同他在后山闭关的本体，在同一时刻被我硬生生锤爆，彻底化作了虚无。与此同时，我并拢双指，一道贯穿天地的剑气倾泻而出。这一剑快到极致，霸道到极致。幽冥老祖的整个身躯被拦腰斩断，他不可置信地低下头，看着胸口逐渐扩大的光斑，肉身如沙粒般随风飘散。最终，幽冥老祖和玄阳真人一样，落得个神魂俱灭的下场。而我刚准备松一口气，原本万里无云的晴空之上，突然毫无征兆地汇聚起了浓厚的云层，乌云漆黑如墨，电闪雷鸣，紫色的电蛇疯狂窜动，散发出足以毁灭一切的恐怖天威。看来一击秒杀2位元婴期修士获得的力量太过庞大，直接让我触碰到了化神的门槛。我迎着那毁天灭地的雷劫抬起头，脸上没有丝毫惧色，反而涌现出一抹狂热的战意。别人渡劫如临大敌，各种法宝丹药准备的妥妥当当，而我只需要一张嘴，顷刻间第一道雷劫咆哮着从天而降，想要将我这个逆天之人彻底抹杀。于是我深吸一口气，对着苍穹破口大骂：“就这，还没老子撒尿滋的远？你管这叫天劫？给爷刮痧都嫌力气小。”那道来势汹汹的雷劫在半空中诡异一顿，威力凭空削弱了30%。我一拳挥出，轻易将其轰得粉碎。劫云似乎被我的行为激怒了，翻涌得更加剧烈。紧接着10数道比之前粗壮数倍的劫雷同时劈下，是要将我轰成飞灰。我仰天长啸，骂得更欢了：“怎么，说你2句就急眼了？你这天道也太没气量了吧！一起上，赶着去投胎啊！一道道软绵绵的，没吃饭是吧？”在我的疯狂输出下，那10数道雷劫的力量再次被削弱，被我轻而易举的尽数化解。我的身体在雷劫的淬炼下不断变强，修为更是节节攀升，迅速稳固在了元婴巅峰。就这样，我指着天空中的劫云，从第一道雷劫一直喷到了最后一道，待到9981道尽数劈完，天上的劫云非但没能伤到我分毫，反而被我骂得灵性尽失，最后竟委屈巴巴的自行散去了。天空之上，乌云散尽，降下万丈霞光。我的肉身与元神在这光芒中迅速蜕变。我最后瞥了一眼这个世界，身影在金光中缓缓升起，直入9天。从此，修仙界少了一个默默无闻的外门弟子秦彻，仙界之上多了一位让诸天神佛都闻风丧胆的存在。后世传闻，仙界有一禁忌大能，无人知其名讳，亦无人敢直视其真容，只知他一言可让天地变色，一语可令大道崩毁。后世尊称为喷子仙尊。全文完，感谢您的观看，每天上新精彩故事，喜欢就订阅吧。